我和夫君都重生了。上一世夫君为了迎娶我的养妹，设计我家破人亡，却被暴怒中的我一箭穿心。所以夫君重生后，为了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，他第一件事就是上门求娶我的养妹。看着夫君陆云峥为了养妹伏低做小的模样，我冷声开口道：陆云峥，你听好，婚约就此作罢。从今往后，我沈家会昭告天下，你陆家大公子品行不端，不堪为惧。但是我沈家的女儿，你一个也别想碰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娘立刻给我撑腰。没错，你陆云峥别想再踏进我将军府半步。陆云峥懵了，退婚可以，诋毁他也认了，可一听到顾惜之，他瞬间变了脸色。我一定要娶惜之，谁也不能阻拦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我当即退回爹娘身边，一脸为难。爹娘，他这是铁了心了，不如把惜之妹妹叫来吧，让他当面说清楚，断了陆云峥的妄想。我故作担忧地补了一句，只是我怕吓到他。我娘还不放心，特意叮嘱丫鬟，生怕吓到他那朵娇弱的小白脸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我真正的后手才刚刚开始。于是我趁着我爹娘还在怒斥陆云峥，立刻拉过我的心腹丫鬟白姬，我在他耳边飞速交代几句。他瞬间瞪大眼睛，满脸震惊，但我只是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他立刻懂了。随即他重重点头，转身就走。接着我立刻回到娘亲身边，挤出一个笑脸。我怕惜之害怕，让白姬跟着去安抚他。我娘当场就红了眼，况她以为我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还在为别人着想。她抱着我，声音都哽咽了：岁岁不怕爹娘养你一辈子。这一刻，我靠在他肩上，鼻子瞬间就酸了。而另一边，陆云峥一听说顾惜之要来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他死死盯着院子入口，那眼神充满了思念和怜惜，真是一往情深。很快，一道纤瘦的身影出现，顾惜之来了。他眼眶发红，步履匆忙，那叫一个楚楚可怜。陆云峥情难自禁，直接高喊惜之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简直情意绵绵。而我只是冷冷地盯着顾惜之，观察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。很好，他似乎没有重生，那就好办了。顾惜之走到我身边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含热泪：岁岁，你受委屈了，演谁不会？我立刻反手握住他，一脸真诚：惜之，我没事，能在婚前看清他是我的幸事。紧接着我话锋一转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背叛姐妹会天打雷劈的人，你快当面跟他说清楚，我们家好把他乱棍打出去。听到天打雷劈四个字，顾惜之的眼皮猛地一跳，他竟然沉默了，迟迟不肯开口。我心中冷笑，立刻乘胜追击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：惜之，你难道你也？我娘见状还以为他吓到了，赶紧上前安抚，可我知道鱼儿上钩了，我爹娘被他骗得团团转，还当他是好人，上一世我不也一样蠢吗？但是这一次我有铁证，果然顾惜之开始他的表演，他和陆云峥对视一眼，下一秒就猛地咳嗽起来，紧接着他捂着嘴开始抽泣，把所有错都揽到自己身上，怪我，都怪我。我娘心疼坏了，急忙把他搂进怀里，可顾惜之演得更来劲，哭得好像下一秒就要晕过去。就在我爹气得要赶人时，顾惜之却突然语出惊人：干爹干娘，惜之愿嫁。我在后面冷笑出声，而我爹娘却满脸错愕。接着他就开始了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，说什么不能自私，要为了两家情谊，为了不让我爹为难，还说什么养育之恩无以为报，他余生无悔无怨。他说的梨花带雨，句句都是为了沈家。瞧瞧陆云峥，听的那叫一个感动，我爹娘更是心疼的不行，竟然齐声拒绝，不可。我娘更是直接放话，咱们沈家不怕他陆家。谁知顾惜之却哭得更凶，抓着我娘的手不放，不能让两家交恶，就让惜之嫁过去，让这场纠葛止于惜之一人吧。看着他巧舌如簧，一步步拿捏我爹娘的心，我只觉得一阵胆寒。上一世沈家的罪证里是不是也有他的手笔？想到这，我急切地朝院外看去。就在这时，白姬捧着一个匣子匆忙赶来，我眼前一亮，终于来了。我的丫鬟白姬脸色惨白，手里的匣子仿佛有1000斤重。她看到里面的东西时肯定吓坏了，我冲她点点头，她立刻会意。下一秒，她捧着匣子闯进来，一声惊惶的小姐吸引了所有人。我立刻问她怎么了，她急忙说奉我的命去找二小姐，却和白霜走岔了。我摆摆手让她过来，谁知她却猛地摇头，她脸色发白，说她还没说完。她说她本想离开，却看见一个丫鬟在屋里鬼鬼祟祟，她觉得不对劲，就上前查看，结果那丫鬟做贼心虚，撞翻了梳妆台，撒了一地东西。顾惜之眼看就要成功，却被白姬打断，她急了，于是她身子一晃，又把爹娘的注意力拉了回去。惜之，你怎么样？五娘急切地问。她柔弱地摇头，眼泪要掉不掉。我娘担心她，便扭头对白姬说：毛贼，回头再抓，你先下去。可白姬却不依不饶，高声说道：夫人，奴婢怕二小姐丢了东西，收拾的时候竟瞧见了一些东西。话音刚落，顾惜之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我娘顿时皱眉，一边给她顺背，一边不耐烦地对白姬挥手：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顾惜之见状，立刻抓住机会被气开口：干爹干娘，惜之这副身子只怕不是长久之相。他又开始提他爹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我爹心甘情愿，正如今日的惜之也心甘情愿嫁去陆府报答养育之恩，求你们成全。说着，他猛地挣开我娘，后退一步，对着我爹娘重重行了一个大礼。白姬急得要开口，我却对他摇了摇头，不急。现在他们对顾惜之越是联系一会儿的真相才越是诛心，我要的就是致命一击。果然，看着他决绝的模样，我爹娘动摇了。就在这时，陆云峥走上前来，在顾惜之身旁单膝跪下。下一秒，他恳切开伯父伯母，我陆云峥此生只惜之一人，绝不纳妾，绝不负他。顾惜之闻言，
感动得眼眶通红，两人深情对视，好一对两情相悦的知心人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差点笑出声，笑我自己。上辈子陆云峥确实为了他守身如玉，我们的新婚夜，他烂醉如泥，不省人事之后，他更是找尽借口对我避之不及。我提出和离，他却又温柔哄骗，直到我准备撕破脸时，他却随父出征。我等他凯旋再谈和离，谁知等来的却是沈家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呼吸都急促起来。而我爹娘已是万分为难，我爹娘还在犹豫，陆云峥本是我的夫婿，若真让他娶了顾惜之，我定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他们舍不得我受委屈，可顾惜之又有救命针。就在这时，我主动走上前，眼眶泛红，爹娘不必管我，就遂了惜之的愿吧。女儿不在乎闲言碎语，娘不是要养我一辈子吗？我强撑着笑，那笑容却满含气切，看得我爹娘心都碎。另一边，顾惜之和陆云峥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得逞的光芒。谁知就在这时，白姬突然高呼出声：“不可以！凭什么让小姐受委屈？老爷、夫人，你们都被二小姐骗了！”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朝他看去，我更是厉声质问白姬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白姬却摇着头，举起手中的匣子，急切说道：“小姐，奴婢在二小姐房中发现了这个，大家都被她骗了。”顾惜之猛地扭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骇，可他很快又强装镇定，因为那匣子他根本不认得，他藏的东西很小心，绝不可能被发现。于是顾惜之面色苍白，带着哭腔质问：“白姬，你这是何意？”他说着，身子又是一晃，陆云峥立马扶住他，冷声呵斥一个卑贱的奴婢，竟敢污蔑主子伯父伯母，你们就这么看着惜之被欺负？他甚至威胁要代为教训。就在这时，白姬得了我的暗示，时机已到，他二话不说，猛地打开匣子，露出一沓厚厚的书信。奴婢犯错，自有主子施法，轮不到陆公子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白姬丝毫不怵，条理清晰的高声说道：“老爷夫人请看，这就是在二小姐房中发现的东西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二小姐与陆公子早就背着姑娘暗通款曲，私相授受，小姐她受了天大的委屈啊！”白姬泣不成声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爹娘闻言瞬间瞪，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朝他看去，我更是厉声质问白姬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白姬却摇着头，举起手中的匣子，急切说道：“小姐，奴婢在二小姐房中发现了这个，大家都被她骗了。”顾惜之猛地扭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惊骇，可他很快又强装镇定，因为那匣子他根本不认得，他藏的东西很小心，绝不可能被发现。于是顾惜之面色苍白，带着哭腔质问：“白姬，你这是何意？”他说着，身子又是一晃，陆云峥立马扶住他，冷声呵斥一个卑贱的奴婢，竟敢污蔑主子伯父伯母，你们就这么看着惜之被欺负？他甚至威胁要代为教训。就在这时，白姬得了我的暗示，时机已到，他二话不说，猛地打开匣子，露出一沓厚厚的书信。奴婢犯错，自有主子施法，轮不到陆公子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白姬丝毫不怵，条理清晰的高声说道：“老爷夫人请看，这就是在二小姐房中发现的东西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二小姐与陆公子早就背着姑娘暗通款曲，私相授受，小姐她受了天大的委屈啊！”白姬泣不成声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爹娘闻言瞬间瞪大眼睛，快步上前，颤抖着双手翻看那些书信。我自然也做戏做全套，踉跄着围上去。而顾惜之和陆云峥对视一眼，终于面色大变。顾惜之再也装不下去，急忙就要狡辩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怎么可能？那些书信藏得那么隐蔽，怎么会被发现？一个偷东西的丫鬟怎么可能翻出来？还正好被白姬看见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不对，我心思蠢笨，绝不可能发现他和云峥的事。以我冲动的性子，若早发现，不可能忍到今天。难道是我嫉妒云峥求娶她，故意让白姬演戏？想到这里，顾惜之心神稍定，沈家翠这是在诈他。他顿时给了陆云峥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，随即顾惜之急声开口：“干爹，干娘惜之没有。”他竟倒打一耙，定是白姬替岁岁不平才出此下策。他污蔑我，我又何其无辜？陆云峥也急忙帮腔，甚至反手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沈家穗，管好你的丫鬟，你不信我也就算了，难道你还不信惜之吗？他对你一片真心，你良心何安真心？”我看着我爹娘还在翻看书信，知道他们此刻定是受到了巨大冲击，还没缓过神。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书信的存在，全都要感谢我上一世的好婆母陆夫人。上一世沈家倒台，她为阻止我喊冤，竟暗中给我下药，还对我冷嘲热讽。若不是忌惮你们将军府，我儿早就娶了惜之，何必同你这个粗鄙的女人虚与委蛇？她笑着，更是将一匣子信狠狠泼在我脸上。当我看到信上熟悉的字迹，看到那些绵绵情意，还有他们对我无尽的嘲讽和算计，我的天都塌了。我死都记得顾惜之在信上写着：“陆郎所赠，惜之珍惜万分。夜深人静时，不敢负郎君一片真心，所以我才笃定他一定还留着这些东西。”白姬果然找到了。眼看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从匣中抓出一物，猛地转身。真心！我悲凉一笑。我对你们俩掏心掏肺，可你们对我何曾有过半点真心？顾惜之还想狡辩，可我已经摊开右手，亮出一样东西。陆云峥认得这是何物吗？你陆家祖传的墨玉龙纹佩背后还刻着一个陆字，你将此玉赠给顾惜之，信上字字缠绵，句句情深。你当我还会信你们的鬼话吗？今日真是看了一出大戏啊！若不是白姬发现我，定国将军府竟要将顾惜之这个毒妇风风光光嫁过去，人心卑劣至此，简直不寒而栗。瞧见玉佩的瞬间，顾惜之终于慌了神，他下意识摇头否认，又急忙去求我爹娘：“干爹干娘，惜之没有，你们相信我。”闭嘴！我娘猛地回头，一双眼睛通红，像是要吃人。当初有多疼她，此刻就有多恨匣中的书信。看到我娘继续作呕，好啊，
好一对五眉狗合的无耻畜生，竟利用我将军府的报恩之心欺辱我等至此，我方才竟当真准备委屈我的岁岁，成全你们。我娘死死盯着顾惜之，一字一句判了她的死刑。你不是要嫁给陆云峥吗？好让你嫁。从今往后，天下人当知你顾惜之如何卑鄙无耻，与他不仁不义，简直天造地设。下一刻，我娘将匣子猛地向前一甩，几十封书信抛飞而出，洋洋洒洒落了他们满身。顾惜之猛地后退一步，如坠冰窟。完了！我娘紧紧抱住我，眼泪瞬间滚烫。我的岁岁何其无辜，可我心中的万般委屈，比起满门抄斩的血海深仇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然而顾惜之看也不看我娘，反而扭头望向我爹，泪眼婆娑。爹没想到我爹只是缓缓摇头，满眼都是痛心疾首，他竟然不理他。这下顾惜之彻底乱了阵脚，他害怕了，他怕离了沈家这棵大树，他一个孤女再也进不了陆家的门。不行，他绝不能放弃。下一秒，顾惜之猛然抬头，脸上那惯有的柔弱一寸寸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。干娘，他死死盯着我娘，眼中透出刺骨的寒意。您总说疼我，可您给岁岁选的是大将军之子，人中龙凤，给我挑的却只是伯府一个无名小卒，这就是您的一视同仁吗？他甚至还倒打一耙。再说了，他沈家岁要是真爱云峥，就该把他看牢了。现在我们两情相悦，您要是真疼我，就该想办法让我风风光光嫁进陆府。我感到娘亲的身子气得发抖，他没想到自己多年的真心竟然为了白眼狼。然而顾惜之根本不看我娘的反应，又猛地转向我爹，干爹，我知道您对我失望，但是您别忘了。他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，我爹是为了救你才死的，我娘也是因为你才离开我，是你让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。话锋一转，他脸上竟显出几分疯狂。这将军府的富贵荣华本就该有我一份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们都没资格指责我，因为这一切是我爹娘用命给我挣来的。此话一出，满场死寂。我爹震惊地看着他，就连陆云峥都愣在原地，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女人。谁知顾惜之瞥见陆云峥异样的神色，面色骤变，下一秒他突然弓下身子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那柔弱无助的样子简直我见犹怜。陆云峥瞬间回神，心疼地将他一把扶住。惜之，你怎么样？他环顾我们，眼中满是失望和愤怒，冷声开口：惜之，别怕，就算沈家忘恩负义，你还有我。忘恩负义，我娘气的心口都在起伏，正要开口，我却按住他的手，自己上前一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1963，陆云峥立刻皱眉，不耐烦地呵斥沈家岁：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这是顾惜之的父亲牺牲的那一仗，埋骨于战场的将士人数。陆云峥神色一凛，我接着说：沈家一直都感念顾副将的恩情，可我们沈家对他的补偿称得上是挖心掏肝，但这不是他挟恩图报反捅我们一刀的理由。于是我死死盯着陆云峥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陆云峥，你生在将门，就该清楚什么是将士天职，保家卫国，马革裹尸。我爹上战场，回回都当是诀别你爹陆将军，难道不是如此？我步步紧逼，语气越发冰冷。你要是没这个觉悟，根本不配当武官。陆云峥被我逼得面色铁青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紧接着我猛地转头看向顾惜之，见他还是一脸不服，更是怒火中生，直接撕开血淋淋的真相。当年是你爹急功近利中了埋伏，是我爹带兵去救，维护你爹周全，我爹被敌军刺伤，后来也是你爹为掩护我爹撤退，才丢了性命。我盯着他惨白的脸，一字一顿，我不是要否认你爹的恩情，而是见不得你把恩情当武器，心安理得践踏我沈家一片真心。谁知顾惜之听完竟面色惨白，可下一秒他就死死攥紧衣袖，嘶声否认：你骗人！要是真像你说的，你们沈家何必如此亏欠，百般弥补于我？他猛地指向我，眼中满是怨毒，定是你还放不下云峥，才编出这种谎言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仰视为人，我今天才算真正认识他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猛地扭头看向陆云峥：陆云峥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果然，他脸色瞬间变幻。我知道他爹一定跟他提过些许内情，这下我心再无顾虑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他赶出沈家。于是我看着陆云峥一字一句：你不是非他不娶吗？好，那你今天就把人带走。我这话一出口，顾惜之猛地抬头，面色煞白。他知道这么一走，他就彻底无名无分。可陆云峥却眉眼舒展，惊喜万分，他竟然迫不及待地追问：当真？我扭头看向爹娘，我娘心疼地看着我，又想到顾惜之的嘴脸，当即点头。他要走便走，我只当这些年的真心喂了狗，我爹却还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沉声开口：你若留下，我保你衣食无忧，但不许再见陆云峥。这下顾惜之彻底心凉，他颤抖着手指着我们，泣不成声：你们竟如此绝情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我直接看向狂喜的陆云峥，冷笑一声：他这么爱你，自然会风风光光娶你做正妻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陆云峥果然上钩，立刻向顾惜之保证：惜之，你就随我走吧，再留在沈府，我们永无相见之日，沈家必定不会再善待你。陆云峥言辞恳切，甚至带着哀求：我现在就带你回陆家，我爹娘定会允我娶你做正妻。我冷眼看着，毫不怀疑他此刻的真心，而顾惜之也绝不会拒绝，毕竟他伪善的面皮已经被撕下，再留下来只会自取其辱。果然，下一秒，云峥，我随你走。顾惜之颤抖着声音开口，眼眶泛红，满脸信赖。陆云峥几乎要欢呼出声：好，我们走。他竟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一把拉住顾惜之的手，顾惜之更是满脸羞怯，低下了头。我爹娘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我娘立刻上前一步，挡住我的视线。眼看他们就要走出大门，我爹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。我沈征胜一言九鼎：你若留下，
将军府绝不苛待，可一旦踏出这个门，你今后荣辱皆系于陆云峥一人，你想清楚。顾惜之的脚步果然微微一顿，陆云峥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可没等他开口，顾惜之却冷冷出声：干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，下次再见。我不再是寄人篱下的孤女，而是陆家的长媳。他甚至还话里有话的威胁我爹，希望沈将军不要因今日之事记恨云峥，阻了他的青云路，今后只当不18。我爹听完气得浑身发抖，终于彻底失望，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顾惜之的目光越过我爹，死死落在我身上。他想看我颓丧失神，想看我被全京城嘲笑。然而我只是笑着冲他点了点头，仿佛在说恭喜你啊。顾惜之瞬间蹙眉，而陆云峥则迫不及待地催促惜之：我们走吧。他这才舒展眉头，脚步轻快的毫无留恋地离去。院内瞬间陷入死寂。良久，我爹转身疲惫地对我说：碎碎进来，爹有话问你。我知道一切都瞒不过他，不过我本就没想瞒。将军府的死结必须解。我跟着爹爹走进正厅，白姬正要跟上，却被我娘叫住。夫人，白姬正惶恐，我娘却突然塞给她一样东西，竟是陆家的传家玉佩。我娘面色沉冷，语速极快。白姬拿着玉佩，快马加鞭去陆府，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告诉陆将军夫妇，必须赶在他们前头。就说这门亲事，我沈家高攀不起。白姬瞬间两眼放光，奴婢并不负夫人所托。说完，她便风风火火地离去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娘嘴角的冷笑，心中了然。顾云峥以为付了我沈家岁就能全身而退，这场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知母莫若女，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做。这一刻，我猛然想起前世那个刻薄的陆夫人，还有陆府那个最难缠的周姨娘，那才是个真正会拿捏人心的聪明人。而此刻，白姬已经顺利见到了陆将军和陆夫人。此刻陆将军还满面春风，他以为长子提亲顺利，对我这个儿媳妇，他是100个满意。要知道这桩亲事可是他当年苦苦求来的。而陆夫人坐在他身旁，嘴角紧绷，一脸倦意。白姬规矩行礼，陆将军还笑着问：可是碎丫头让你来的？白姬却摇了摇头，双手奉上那枚传家玉佩。他字正腔圆，一字一句：奴婢奉夫人之命归还宝佩，并传夫人话，陆将军交了个好儿子，这门亲事我沈家高攀不起什么。陆将军和陆夫人闻言豁然起身，大惊失色。与此同时，陆府后院周姨娘正懒懒歪在榻上，与庶女陆云瑶说说笑笑。突然，一个仆妇匆匆闯入：姨娘，姨娘，出大事了！周姨娘微微撑起身，笑道：林妈妈，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？林妈妈却顾不上调侃，急声道：大少爷悔婚了，他不要沈家姑娘，要娶那个将军府的养女什么。周姨娘猛地坐直，连陆云瑶都发出了低呼：此话当真？林妈妈连点头，真的。沈家的丫鬟就在正厅，来还玉佩退婚的她手上还比了个1刀2断的手势。周姨娘听到这里，美眸瞬间迸发金光。好啊好啊，她按捺不住地站起身。原以为陆云峥娶了沈家岁，我儿胜哥这辈子都给想出头，没想到他放着阳光大道不走，偏要下这么一步抽棋。续写，白姬在陆府正厅将前因后果一一禀明，字字清晰，句句戳心。那匣中信笺的内容，顾惜之撕破脸皮的疯癫，陆云峥非他不娶的执念，被他转述的淋漓尽致。陆将军脸色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手里的茶杯重重磕在案几上，茶水溅出。逆子，简直是逆子！他当年为了攀附将军府，费了多少心力才定下这门亲事，如今陆云峥竟为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养女，把沈家的脸、陆家的脸都丢尽了。陆夫人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本就瞧不上顾惜之那副柔弱做作的模样，如今听闻他不仅私通陆云峥，还敢挟恩图报威胁沈家，顿时冷笑出声：好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云峥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白姬垂手站在一旁，适时补充：我家夫人说了，玉佩奉还，从此沈陆两家婚约作罢，往后顾姑娘与陆大公子是福是祸，皆与沈家无关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喧哗，正是陆云峥带着顾惜之回府了。他满心欢喜，以为爹娘定会感念他的深情，成全这门亲事，却没料到正厅里气氛凝重的能滴出水来。爹娘，我把惜之带来了。陆云峥拉着顾惜之的手，兴冲冲地闯进来。你们快答应我们的婚事吧，我此生非惜之不娶。顾惜之也装出一副羞怯又恭敬的模样，屈膝行礼：伯父、伯母，惜之愿侍奉二位。可回应他的是陆将军迎面掷来的茶盏，茶盏擦着他的耳边飞过，摔在地上碎裂开来，滚烫的茶水溅了他一身。侍奉！陆将军怒不可遏，指着他的鼻子怒斥：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，竟敢魅惑我儿，毁我陆家与将军府的婚约，你给我滚出去！顾惜之吓得花容失色，下意识躲到陆云峥身后，眼眶通红。伯父，我没有。陆夫人拿起桌上的玉佩，狠狠砸向陆云峥：你自己看，这是沈家退回来的传家宝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们都不知道吗？私通外女，背信弃义，你对得起沈家，对得起我们对你的期望吗？陆云峥接住玉佩，脸色瞬间煞白。他没想到沈家岁竟然真的把事情闹到了陆府，还把那些书信和玉佩都送了过来。爹娘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陆云峥急忙辩解：我和惜之是真心相爱的，沈家岁他根本不喜欢我。真心相爱？陆将军气得发笑：你所谓的真心，就是让陆家成为全京城的笑柄，就是让你弟弟妹妹以后抬不起头做人。陆云峥，我告诉你，想娶这个女人，除非我死。顾惜之见状，
知道不能再装柔弱，他猛地从陆云峥身后走出来，脸上没了往日的楚楚可怜，只剩下不甘和怨毒。伯父伯母，你们何必如此？我爹为救沈将军而死，我在沈家寄人篱下多年，如今能得云峥真心相待，难道就不配嫁入陆府吗？呸！陆夫人冷笑，你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，私藏情信，挑拨离间，还敢威胁沈家，这样的蛇蝎心肠也配进我陆家的门？就在这时，后院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周姨娘带着庶子陆云胜和庶女陆云瑶走了进来，她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担忧，眼神却藏不住算计。将军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公子好不容易带回来一位姑娘，怎么闹成这样？陆云峥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忙看向周姨娘，姨娘，您快帮我说说情，我和羲之是真心的。周姨娘叹了口气，走到陆将军身边，柔声道，将军消消气，大公子也是一时糊涂，可木已成舟，如今全京城都知道大公子要娶顾姑娘，若是强行拆散，陆家的颜面岂不是更难看？他话锋一转，看向顾羲之，眼神带着审视。顾姑娘，我知道你身世可怜，也感念你对大公子的情谊，可婚姻大事终究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不如这样，你先在府中住下，当个侍妾，等日后立下功劳，再抬为正妻，你看如何？顾羲之脸色一变，他拼死拼活要嫁的是正妻之位，怎么可能甘心做妾？可他如今寄人篱下，若是拒绝，恐怕连陆府的门都进不去。陆云峥也急了，姨娘，不行，羲之必须是正妻，我答应过他的。大公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周姨娘慢悠悠地说，沈家姑娘何等身份，你说气就气，如今再让一个无根无凭的养女做正妻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？再说胜哥日后还要科举入仕，不能因为你坏了他的前程啊。这话恰好戳中了陆将军的软肋，他最看重的就是家族前程。陆云胜天资聪颖，是陆家未来的希望，绝不能因为陆云峥的荒唐事受到影响。陆将军沉吟片刻，冷冷开口，周姨娘说的有道理，顾羲之暂且留下，当个侍妾。陆云峥，你即刻去给沈家赔罪，若是沈家不肯原谅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爹，陆云峥不敢置信地看着陆将军，您怎么能这样？顾羲之更是如遭雷击，他死死攥着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他费尽心机，好不容易摆脱了沈家，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侍妾之位，这不是他想要的。可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咬着牙屈膝行礼。羲之遵旨。陆云峥看着他委屈的模样，心疼不已，却又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，只能恨恨地瞪了周姨娘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周姨娘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，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陆云峥失了沈家这个靠山，又娶了个身份低微的侍妾，今后在陆家再也无法与陆云胜抗衡了。而此刻的将军府，沈家穗正坐在窗前，听着白姬传回的消息。小姐，陆将军发怒，把顾羲之贬为了侍妾，还让陆大公子去给咱们赔罪呢。白姬笑着说，周姨娘在里面搅和了一通，陆府现在乱成一锅粥了。沈家穗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浮沫，眼底闪过一丝冷光，这才只是开始。陆云峥和顾羲之欠我的，欠沈家的，我会让他们一点一点加倍偿还。他放下茶杯，看向窗外，目光悠远。白姬，你去查查陆府的周姨娘和陆云胜，我倒要看看这陆府的水到底有多深。白姬立刻领命，是，小姐。夜色渐浓，陆府的灯火忽明忽暗，像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。而沈家穗知道，他的复仇之路才刚刚踏上正轨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借力打力，让陆府和顾羲之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陆云峥去将军府赔罪的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穿着一身素色锦袍，脸上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只剩几分狼狈，想来是被陆将军罚了跪，又被周姨娘旁敲侧击地敲打了半宿。管家来报时，沈家穗正陪着娘在花园里修剪花枝，娘手里的剪刀咔嗒一声剪断了一根开得正艳的月季枝，冷声道，让他在门外等着，什么时候想清楚自己错在哪了，什么时候再进来。我握着娘的手，轻轻摇了摇，娘何必跟他置气，既然来了，总得让他进来，咱们也好看看他这赔罪到底有几分真心。娘叹了口气，放下剪刀，罢了，听你的，只是碎碎，你可别再心软。我笑了笑，眼底却没半分暖意。上一世的血海深仇，岂是一句赔罪就能抵消的？我要的是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真实的一切一点点化为泡影。半个时辰后，陆云峥才被领进正厅，他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，见了我爹娘，立刻躬身行礼，姿态放得极低。伯父伯母，小侄知错了，前日是小侄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事，还请伯父伯母责罚。爹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。娘端着茶杯，指尖泛白，显然还在气头上。我走上前，目光扫过他手里的锦盒，语气平淡，陆大公子，你说你知错了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错在哪了？是错在背着我与羲之私通，还是错在为了他毁了两家婚约，让我沈家沦为笑柄？陆云峥的脸瞬间涨红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都错了，只是我与羲之是真心相爱，还请沈小姐体谅。体谅？我冷笑一声，我体谅你们？谁来体谅我沈家？谁来体谅我这个被你们蒙在鼓里，差点成了全京城笑料的未婚妻？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将锦盒递到我面前，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，里面是南海进贡的珍珠，还请沈小姐收下，就当是小侄给你的赔礼。我没有接，反而侧身让开，露出身后的白姬。白姬手里捧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放着的正是前几日陆家退回来的墨玉龙纹佩。陆大公子的心意，
我们沈家受不起。我指了指托盘上的玉佩，这枚玉佩是你陆家的传家宝，当初你爹亲手交给我爹，定下这门亲事。如今婚约作罢，玉佩自然该物归原主。至于你的珍珠，还是留给顾惜之吧，他应该更需要这些东西来装点自己。陆云峥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握着锦盒的手紧了紧。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不给情面，连他最后的台阶都不肯留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丫鬟的声音：“二小姐来了。”我心里一动，顾惜之竟然也来了。他倒是心急，生怕陆云峥在这里吃亏，连侍妾的身份都顾不上，就急匆匆地赶来了。顾惜之走进正厅，穿着一身淡粉色衣裙，头上插着一只珠钗，正是陆云峥之前送他的那只。他走到陆云峥身边，怯生生地看着我爹娘，屈膝行礼：“干爹干娘，惜之听说云峥来赔罪，放心不下，就跟着来了，还请干爹干娘不要怪他，都是惜之的错，要罚就罚惜之吧。”娘放下茶杯，娘放下茶杯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：“你倒会说话，只是我沈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。”顾惜之的脸瞬间白了，眼眶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。陆云峥见状，立刻护在他身前：“伯母，此事与惜之无关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，别为难他，为难他。”我走到顾惜之面前，仔细打量着他：“惜之，你当日在我家说要为了两家情谊嫁给陆云峥，如今怎么又成了他的错？你不是说你心甘情愿吗？”顾惜之的身子僵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：“我只是不想看到云峥受罚，是吗？”我笑了笑，从袖中掏出一张纸，递到他面前：“那你看看这个，是不是也不想看到？”纸上写的是顾惜之前几日偷偷派人去沈家库房拿东西的清单。上一世他就是这样，一边装作柔弱可怜，一边偷偷摸摸地算计沈家的财产。这一世我早就让白姬盯着他，果然抓了个正着。顾惜之看到清单，脸色骤变，急忙摇头：“不是我，这不是我做的，是你们冤枉我，冤枉您。”白姬上前一步，语气坚定：“二小姐，那日你派去的丫鬟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她亲口承认是你让她去库房拿那些珠宝首饰，说是要给陆大公子的母亲做见面礼，你还要狡辩吗？”顾惜之彻底慌了，他死死抓着陆云峥的衣袖，声音颤抖：“云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。”陆云峥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清单，眼神里充满了疑惑。他大概也没想到顾惜之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就在这时，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低沉而威严：“陆云峥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你非要娶的女人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真心相爱。我沈家容不下这样的人，你也别再踏进我沈家的门。”陆云峥还想辩解，却被顾惜之拉了拉衣袖。顾惜之知道再待下去只会更难堪，他对着我爹娘扶了扶身，拉着陆云峥就往外走。我们走，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背影，娘松了口气，却又有些担忧：“岁岁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会不会记恨咱们？”我摇了摇头，眼神坚定：“娘，他们早就记恨咱们了。上一世他们能毁了沈家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他们再有机会。”正说着，白姬匆匆走了进来，脸色凝重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陆府传来消息，周姨娘说顾惜之在咱们府受了委屈，派人去宫里找了贵妃娘娘，说是要为顾惜之做主。”我心里一沉，周姨娘竟然会帮顾惜之？不对，她不是一直想打压陆云峥吗？怎么会突然帮顾惜之找靠山？看来陆府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我握紧了拳头：“白姬，你再去查查周姨娘和贵妃娘娘是什么关系，还有顾惜之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。”白姬领命而去。我看着窗外的天色，心里清楚，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，而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才能在这场风暴中护住沈家，也为上一世的沈家讨回公道。周姨娘借贵妃之事施压的消息传到将军府时，沈家穗正陪着父亲在书房看兵书，父亲捏着书页的手指微微泛白，沉声道：“贵妃是周姨娘的远房表姐，当年周姨娘能进陆府，全靠贵妃牵线，如今她帮顾惜之，怕是想借贵妃的手彻底压垮陆云峥，让陆云胜稳坐陆家继承人之位。”沈家穗指尖划过书页上的兵册，眼底清明。他想坐收渔翁之利，我们偏不让他如愿。顾惜之有贵妃撑腰又如何？他做过的那些龌龊事，只要摆到台面上，就算是贵妃也护不住他。次日，宫里果然来了旨意，说是贵妃听闻将军府苛待养女，要沈家穗带着顾惜之上宫回话。沈家穗早有准备，让白姬提前将顾惜之偷拿沈家财物的证据、私通信笺的原件，还有当年顾副将真实死因的卷宗一并整理妥当，随他入宫。宫宴之上，贵妃端坐在上，眼神锐利地扫过沈家穗：“沈小姐，听闻你容不下顾惜之，还将他赶出将军府。”顾惜之立刻上前，跪在地上哭诉：“贵妃娘娘，求您为惜之做主。沈家嫌弃惜之出身，还污蔑惜之偷东西，若不是云峥收留，惜之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沈家穗冷笑一声，将证据一一呈上。贵妃娘娘明鉴，顾惜之偷拿沈家库房珠宝，有丫鬟作证，有清单为凭，他与陆云峥私通，有书信为证，字字句句皆是私情。至于他父亲的死因，并非是为救我父亲而死，而是急功近利中了埋伏。我父亲为救他，还丢了一条左臂。这些卷宗皆是当年随军史官所记，绝无半分虚假。贵妃看着那些证据，脸色渐渐沉了下来。她本想卖周姨娘一个人情，却没想到顾惜之竟是这般不堪之人，若再护着他，反倒会连累自己。这时，皇帝身边的太监突然来报，说是陆将军带着陆云胜入宫，
有要事启奏。原来陆将军查到周姨娘暗中联合贵妃，想借顾惜之打压陆云征，甚至还想篡改陆家族产的归属，将大部分家产都转到陆云胜名下。陆将军本就对周姨娘的野心有所察觉，如今拿到证据，自然不会姑息。周姨娘的阴谋败露，贵妃也不敢再插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顾惜之被压下。皇帝听闻此事，龙颜大怒，斥责陆云征背信弃义，有失将门风范，罚他去边境从军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顾惜之欺上瞒下，忘恩负义，被判流放3000里。周姨娘祸乱家宅，勾结外戚，被送入家庙，终身祈福。陆云胜虽未直接参与阴谋，但也因知情不报，被剥夺了科举资格。陆府经此一役，彻底败落。而沈家在洗清冤屈后，声望更盛，父亲重新执掌兵权，母亲也放下了对顾惜之的芥蒂，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。数月后，沈家穗站在父亲的书房里，看着窗外的暖阳，轻声道：“爹，上一世的仇，我们终于报了。”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眼中满是欣慰。岁岁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今后我们沈家要好好的，你也要为自己活，找一个真心待你的人，平安喜乐过一生。沈家穗笑了，眼底不再是复仇的冰冷，而是对未来的期许。他知道上一世的血海深仇已经了结，从今往后，他要带着沈家的希望，带着对爹娘的孝心，向阳而生。这日，将军府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新科状元郎，温文尔雅，谈吐不凡。他是当年被沈家资助过的穷书生，如今功成名就，特意来登门道谢。看着状元郎眼中真挚的情谊，沈家穗的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。或许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真的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那些痛苦的过往终将成为他成长的铠甲，而未来的日子定会满是阳光。重来一世，看着装病的夫君，我转手换了药，想死那就死透一些，别挡我的路。前世夫君缠绵病榻2月，药石无医，撒手人寰。夫君死后没有几日，婆婆从外面抱回一个和夫君一模一样的孩子。婆婆说是上天看我可怜，给了我一个神似夫君的孩子，慰藉我。我信了她的话，倾尽全力把孩子培养成状元。不料养子高中状元后，却对我奉上一碗加了剧毒的燕窝。临死前，我看见我那死了18年的夫君挽着心上人，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原来这18年，我竟然是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。我看着他们一家3口，气得吐血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白儿，我的白儿啊！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我猛地睁开眼，门被推开了，大丫头小莲急匆匆地推门而入。少夫人，世子爷又吐血了。我看着年轻充满活力的小莲，再低头看看自己洁白如玉的双手，笑出声来。我竟然回来了，回到了夫君司徒白装病的时候。上一世，司徒白突然得了重病，吐血不止，我担心的夜不能寐，四处寻找良医为他治病，可惜他的病来得奇怪，药石无医。我花重金请了无数名医看诊，都于事无补。短短2月，司徒白就咽气，撒手人寰。他死后，我悲痛欲绝，差点就寻死跟着他去了。司徒白死后，我才18岁，我父母不忍心让我守寡，准备让我回家去。谁料婆婆突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孩子和司徒白一模一样。婆婆说她是上山礼佛，遇到了这个被丢弃的孩子，说孩子和司徒白长得一模一样，是老天可怜我失去夫君，特意送了这样一个孩子来慰藉我。我和司徒白虽然成婚不长，但是爱他入骨，于是相信了婆婆的话，没有选择归家，而是留在侯府孝敬公婆，抚养那个神似司徒白的孩子。18年来，我呕心沥血地支撑着这个家，把自己的嫁妆都补贴给了侯府，甚至还把我爹娘的铺子产业都拿来公公婆婆和养子挥霍。养子一朝高中状元，我以为苦尽甘来，却没有想到等待我的竟然是杀身之祸。想到死前看见司徒白和他心上人柳苏苏携手而立，一家3口团聚的画面，那恨意像是野草般疯长。装病是吧？我就让你真的病入膏肓，药石无医。我和小莲赶到司徒白的书房，大夫已经过来了，正在为司徒白把脉。司徒白脸色惨白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榻上，衣襟上沾满了血迹。上辈子看见他这样，我乱了心神，当了真，马上拿出重金去为他请医生治病。这辈子则不一样，我拎着帕子揉揉眼角，滚下泪来，嘴里楚楚可怜地叫：“夫君，夫君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不要吓蓉蓉啊！”我一边哭，一边暗地里却在观察榻上的司徒白。只见他面红齿白的，哪里有生病之人的羸弱？至于他身上的血迹，不用说也是鸡血、猪血、鸭血等冒充所致。婆婆伏在司徒白身旁，哭得伤心欲绝。公公唉声叹气，不停地踱步。我仔细观察，婆婆直着脖子干嚎，帕子抹上眼睛，就有泪水滚出。那帕子只怕和我一样，是抹了生姜水所致。公公虽然在叹气，不停踱步，面上眼里哪里有一丝半丝的悲伤？可见司徒白装病，婆婆公公也是知晓的。上辈子我单纯不谙世事，一心只贪恋司徒白的容颜，即使知道侯府败落，只是一个空架子也要嫁过来。经历过一世磨难，我哪里还能不明白司徒白求娶我这个商户之女的用意？侯府入不敷出，只有空架子，而我这个商户之女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拿了我的钱补贴侯府，让我像是管家佣人一样，为他一家操劳养孩子。他则和心上人柳苏苏逍遥快活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我学着婆婆的样子，用帕子抹了抹眼睛，继续哭得撕心裂肺。见我只是跟着哭，婆婆和公公坐不住了，婆婆主动收了泪提议。白儿这病来得突然，大夫也说不出原因，我看得请名医来诊治才是。上辈子不等婆婆提出，我就主动说了这话。请名医自然是要花钱的，我一门心思只想治好司徒白的病，花出去的银子像是流水一样。这一世我只是抹泪，没有半点主意。婆婆和公公只好自作主张地提出要请名医为司徒白看诊，我没有拒绝，任由婆婆公公去折腾。晚些时候，小莲告诉我，
公公和婆婆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医上门了。我握住帕子，被小莲扶着去见了请来的神医。进门就见神医在为司徒白把脉，我目光落在神医脸上，心里冷笑连连。只因这神医，我死前曾见过他，面白无须，满脸谄媚，笑着唤司徒白世子爷，唤柳苏苏妹妹。眼前的所谓神医是柳苏苏的哥哥柳怀伪装的。柳怀比我死之前看到的柳怀年轻很多，为了伪装神医，他戴了假胡子，穿着道袍，看起来仙风道骨的模样。他替司徒白诊脉后，一脸凝重，世子爷这病凶险啊！婆婆闻言哇的哭出声来，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的儿还这么年轻，他可千万不能有事情啊！我上前一步扶住婆婆，一副六神无主失态的样子，紧紧地抓住婆婆的手，尖尖的手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婆的手腕，也跟着撕心裂肺的哭。夫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夫君，你千万不能有事情啊！我和婆婆一个比一个嗓门大的干嚎，我是装的。婆婆眼泪刷刷的掉，疼的没人接话往下问，公公只好主动开口把戏唱下去，求神医救救我的儿。柳怀蹙着眉叹口气道：医者父母心，能救我自然是一定要救的，只是要不好找啊，要什么药神医尽管吩咐，我侯府一定会倾尽全力去找救治儿的药的。在公公的请求下，柳怀摸摸下巴上的假胡子，在那边胡诌：以老夫看，世子爷这病需要千年人参和万年灵芝入药，只是这千年人参、万年灵芝可不是一般的药材，不但贵，还稀有，着实难找啊。上辈子听他胡诌后，我马上拿出重金让他帮忙买人参灵芝，想来那些买药的金银最后都进入了司徒白的腰包，毕竟他和心上人游山玩水，你侬我侬，是需要金钱去支撑的。侯府没钱，只有我这个商户之女有钱，理所当然的必须从我身上榨取。这一事我只是哭也不接话，公公婆婆只好央求神医帮忙买千年人参万年灵芝给司徒白续命。神医答应拎着箱子离开了，我安排人跟了上去。几个时辰后，跟着的人来汇报，神医去了城西一处小楼，那里住着一个叫柳苏苏的身怀六甲的年轻女子。小莲听完惊叫了一声：柳苏苏，这不是世子爷？世子爷之前喜欢的姑娘吗？他不是说出是死了？我笑，看来柳姑娘借尸还魂了。小莲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她很着急：小姐，世子爷的病是不是和柳姑娘有关系？差不多吧，所以是柳姑娘偷偷给世子爷下了毒，才让世子爷吐血的。我伸手戳了一下小莲的额头，这脑子都想的什么？柳姑娘她既然和世子爷情深意切，又怎么舍得让世子爷死呢？这不是因爱生恨吗？话本子里都这么说的。当初柳姑娘想要嫁过来，侯爷和夫人不同意，所以柳姑娘会不会因为世子爷娶你，恨上世子爷？我看小莲傻乎乎的样子，不再逗她。小莲，世子爷没病，柳姑娘也不会给他下药，他们等着我给他们养儿子，用嫁妆和我娘家的钱撑起侯府呢。听我说了司徒白的打算，小莲气得发抖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好办。我摸摸小莲的头，世子爷不是装病要死了吗？那我们就让他真的病入膏肓。我借口找我爹想办法给司徒白治病，回了娘家。我把司徒白装病，柳苏苏怀孕马上要生产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爹。我爹气得牙根痒痒的。当初侯府来求娶你，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阴谋，敢算计我女儿，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爹怒火中烧，要去侯府拆穿司徒白的阴谋，让我离开吃人的侯府一家。我制止了他，这样太便宜司徒白了。爹，我有办法对付他，只要您帮我一个忙即可。我要一个针灸出神入化的人跟着我回侯府，我还要你帮我找能让人身体破败成为废人的药。在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安排了忠心耿耿的人一直盯着司徒白。我不在家，司徒白不用那么辛苦装病，他对柳苏苏是真的情深意切，竟然趁我不在家出府去见了柳苏苏。我得到消息只是冷笑，就让他们尽情恩爱吧，毕竟留给司徒白和柳苏苏恩爱的时间不多了。柳苏苏的孩子要生了，司徒白忙着为柳苏苏请接生婆做生产准备，两人为了以后逍遥快活，早就去江南看好了宅子，现在就等着我这个傻乎乎的冤大头上钩付款了。我特意在家多待了2天，留足了时间给司徒白和柳苏苏商议，当然我也没有闲着。上一世我蠢，我活该被算计，这一世他们想要我的钱，想要算计我，得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我爹身为首富，三教九流认识的人不少，再加上我家有的是钱，很快就找到了我要的人和药。我带着人和药回到侯府，司徒白身旁的小厮哭着迎出来：少夫人，少爷，病情又加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渲然欲泣的被小莲扶着去了司徒白的院子。司徒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装晕。我这2天不在侯府，司徒白玩的比较疯，柳苏苏怀孕竟然也迎合他，司徒白脖子上竟然都被种上了痕迹。婆婆听见我来了，马上哭成泪人。我进去，她就抓住我的手哭诉：白儿又吐血了。静蓉，神医说的千年的人参万年的灵芝有着落了吗？我摇头，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一时半会的也找不到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没有千年人参万年灵芝，我的白儿只怕……婆婆话没有说完，又开始嚎哭。我在旁边劝，只要千年人参万年灵芝能让夫君身体恢复，花再多钱我都愿意。母亲放心，一定会找到的。我马上就安排人去张贴告示。听我这样说，婆婆马上就收了泪，握着我的手，对着我说了一通感激涕零的话。次日一早，就有了千年人参和万年灵芝的消息，据说是从遥远的雪域找来的，因为稀有，路途遥远，要价非常高，要5万两银子，正好是我能拿出来的数目。我是商户女，不是普通的商户女，而是首富之女。我这个商户女能够高嫁给侯府世子，我的首富爹娘非常高兴，大手笔陪嫁了我10万白银，还有无数珠宝。侯府入不敷出，我一直在往里面贴钱，算起来，嫁给司徒白1年，我已经贴进去我一半的嫁妆了。司徒白知道我手里有5万白银，胃口挺大，开口就全要去了。我当然得成全他，我给了那个拿着千年人参万年灵芝的人5万银票，对方留下人参灵芝，乐呵呵的离开了侯府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让人熬制人参和灵芝，端去了司徒白的榻前。这次端过去的可不只是滋补身体的药，里面还添加了我花重金找来的能让司徒白身体破败的药。
司徒白人继续伪装昏迷，我让小莲扶着他亲自把药灌进了司徒白的嘴里，一滴都没有剩下，一滴都没有剩下。司徒白喝下药后，我放心了，有千年人参和万年灵芝，夫君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婆婆也跟着附和，白儿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静蓉，你也操劳到现在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不放心夫君，有我和你公公呢。再说还有这么多佣人，你不用担心，回去休息，有事情我会第一时间叫你的。婆婆假惺惺地关心我，让我去休息。我知道他们是要私底下商议，于是善解人意地扶着小莲的手离开了。我回到住处，2个时辰不到，司徒白就开始吐血，不是装的吐血，而是真的吐血，那血吐的天女散花一样，到处都是。婆婆和公公就守在旁边和司徒白商议5万两银子怎么花，猝不及防都被吐了一身血，惊天动地的惨叫声传来。我马上带小莲过去看热闹，这下子不用装晕，司徒白完全陷入了真正的昏迷中。公公和婆婆都被这意外情况给惊呆了，正在那边给司徒白掐人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捏着帕子，看着到处喷洒的鲜血，哭的那个伤心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刚刚服下千年人参万年灵芝吗？怎么会没用？小莲接过话，不会那万年灵芝千年人参是假的吧？一定是这样杀千刀的，竟然敢用假药骗人，马上报官，抓住那个卖假灵芝人参的。婆婆公公还想阻拦，我哪里会给他们机会，马上安排我的陪房去报官抓人。官府马上布控抓人，抓捕的捕头捕快我都安排了重金贿赂，他们非常积极，只是搜遍全城，就是找不到那个卖人参灵芝的人，那个人像是就这样突然消失了一样。听说官府没有抓到人，婆婆公公明显的松口气，只是司徒白一直处于昏迷中，两人心里七上八下，担心的紧，毕竟是唯一的儿子，亲眼看见吐血，他们也不敢叫假神医过来了，直接叫了回春堂的大夫。大夫过来把脉后说司徒白是中了剧毒，大夫的话像惊雷炸响在侯府正厅。婆婆腿一软瘫坐在地，手指着那碗空药碗，声音抖得不成调，不可能，那是千年人参万年灵芝，怎么会有毒？公公脸色铁青，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怀疑却不敢发作，毕竟5万两银子是我掏的，告示是我贴的，从头到尾我都扮演着情深意重的少夫人。我扑通一声跪倒在榻边，帕子捂着脸哭得肝肠寸断。夫君啊，是我害了你，早知道那药材来路不明，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该亲自去寻一寻，都怪我心急，才让你遭了这无妄之灾。哭到动情处，我顺势往榻沿一靠，指尖不经意划过司徒白的手腕，他脉搏虚浮杂乱，毒性已经顺着经脉蔓延，这药效比我预想的还要烈。公公强压着慌乱，厉声吩咐小厮，快再去请回春堂的李大夫，不，把京城所有有名的大夫都请来。等等，我猛地抬头，泪眼婆娑的阻拦，公公，方才李大夫说夫君是中了剧毒，那卖药材的人本就行踪诡异，说不定这毒就是冲着侯府来的，如今在大肆请大夫，万一走漏风声，让下毒之人有了防备，夫君的解药岂不是更难寻？婆婆被我说的一愣，连忙附和，静蓉说的有道理，那神医呢？找柳神医来啊，他开的方子，他定然有解药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露出为难之色。婆婆，那柳神医自从拿了银子走后，就再也没露面。方才报官时，捕头说城西那处小楼早就人去楼空，连柳姑娘都不见了踪迹。这话一出，公公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柳怀兄妹早就被我安排的人请到了城郊一处隐秘宅院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就是不让他们再踏入京城半步。小莲在一旁适时补刀，少夫人，会不会是那柳神医和卖药材的人串通好了？毕竟当初是他说需要千年人参万年灵芝的，不可胡说。我假意呵斥，实则把怀疑的种子深深埋进他们心里，柳神医是名士，怎会做这等事？许是他也被人蒙骗了。就在这时，榻上的司徒白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猛地睁开眼，哇地吐出一大口黑血。他眼神涣散，看着我的时候满是惊恐，像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装的病会变成真的。我连忙上前按住他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，夫君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别怕，我一定能找到解药救你。司徒白想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呵呵的声响，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。李大夫上前重新把脉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，毒性已经侵入五脏六腑，老夫尽力了，只能用针灸暂时吊住世子爷的性命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全看天意。婆婆当场哭晕过去，公公瘫坐在椅子上，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10岁。我安排人照顾婆婆，又让小莲跟着李大夫去抓针灸所需的药材，转身进了内室。心腹小厮早已在门外等候，低声禀报，少夫人，柳苏苏在城郊宅院发动了，稳婆说胎位不正，怕是不好生。柳怀吵着要见您，说只要您放了他们，就给世子爷解毒。解毒，我把玩着腕上的玉镯，眼神冰冷，他那点微末伎俩也配谈条件，告诉稳婆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孩子，至于柳苏苏，听天由命。这时小莲匆匆回来，手里拿着一封密信，少夫人，老爷派人送来的，说柳怀的师傅正在京城云游，老爷已经请到了府中，问您要不要让他来给世子爷看看。我拆开密信，眼神一亮，柳怀的师傅是真正的名医，若是让他来，既能彻底坐实司徒白中毒的事实，又能让侯府彻底断了找解药的念头。我收好密信，对小莲说，快请那位名医过来，记住，让他实话实说，不用有任何隐瞒。小莲应声而去，我转身回到榻边，司徒白还在痛苦的挣扎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我俯下身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，夫君，你不是想和柳苏苏双宿双飞吗？别急，等你身体好些，我就带你去找他。哦，对了，他今天应该生了，你说是儿子还是女儿呢？司徒白的眼睛瞪得通红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再次昏死过去。我直起身，看着他毫无生气的脸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这才只是开始，钱是他欠我的，我要让他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庭院里的梧桐叶被风卷着落在阶前，带着初秋的凉意。
没过半炷香，心腹便引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进来，正是柳怀的师傅清玄道长。他身着素色道袍，手里握着个乌木药箱，眼神锐利如鹰，扫过正厅众人时，目光在榻上的司徒白身上顿了顿。清玄道长，您快救救犬子！公公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迎上去，声音里满是哀求。清玄道长没应声，径直走到榻边，手指搭在司徒白的腕上。不过片刻，他眉头便拧成了疙瘩，又掀开司徒白的眼皮看了看，再闻了闻那只空药碗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哪是什么急症？他将药碗重重放在案上，语气带着几分怒气。世子体内是枯骨散的毒性，此毒出服时与滋补之效无异，实则会慢慢蚀骨腐心，不出3日便会让人身如枯木，再无生机。枯骨散，婆婆刚醒过来，听到这话又差点晕过去，指着药碗颤声问：那千年人参和万年灵芝呢？怎么会有毒？什么千年人参万年灵芝？清玄道长冷笑一声，从药箱里取出一根银针，探进药碗残留的药渣里，银针瞬间变黑。这药材本身或许是真的，但被人浸过枯骨散的母液，寻常人看不出，唯有常年接触毒物的人才知晓。这手法分明是我那孽徒柳怀的手笔。这话如同一道惊雷，彻底击垮了公公婆婆的侥幸。婆婆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着：是柳怀，是他害了拔儿，我们怎么就信了他的话？公公脸色铁青，拳头攥得咯咯响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当初是他们急着让司徒白病愈，主动求着柳怀找药材，如今栽了跟头，连怪都怪不出口。我适时上前，扶着清玄道长的胳膊，眼眶红红地问：道长，您可有解药？只要能救夫君，无论花多少银子，我都愿意出。清玄道长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：枯骨散无药可解，除非在中毒半个时辰内催吐洗胃，可世子中毒已过2个时辰，毒性早已入腹，老夫无能为力。公公踉跄着后退2步，撞在椅子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司徒白。那拔儿他就只能这样了，也不是全然无望。清玄道长话锋一转：老夫可以用金针渡穴之法，每日为世子续命，只是他这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，连动一动手指都难，与活死人无异。这话让正厅瞬间陷入死寂。婆婆捂着脸痛哭起来，哭声里满是绝望。公公垂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。我站在一旁，帕子轻轻按着眼角，心里却没有半分波澜。这就是司徒白应得的下场。他想装病骗我的钱，想让我为他的私生子操劳，如今他只能在榻上躺着，眼睁睁看着一切化为泡影。就在这时，心腹小厮急匆匆跑进来，在我耳边低声禀报：少夫人，成交那边来消息了，柳苏苏生了个儿子，只是他大出血，稳婆说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我指尖微顿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只点了点头，让小厮退下。柳苏苏的生死，我本就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那个孩子。前世让我呕心沥血18年，最后却给我递毒燕窝的养子。道长，那就劳烦您每日过来为夫君施针。我转向清玄道长，语气恭敬：诊金我会让管家按时送到观里，您放心。清玄道长颔首应下，转身去准备银针。我扶着婆婆起身，柔声安慰：母亲，您别太伤心，夫君至少还在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婆婆靠在我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嘴里反复念着我的拔儿，却没注意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冷意。等清玄道长为司徒白施完针，司徒白虽然没醒，但呼吸平稳了些。我安排好下人照顾他，便以去给夫君祈福为由，带着小莲出了侯府，坐上了前往城郊的马车。这时我倒要看看司徒白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喊我母亲，看着我用他的钱养着他的儿子，会是什么滋味。马车很快到了城郊的宅院，稳婆正站在门口焦急地踱步，见我来了，连忙迎上来：少夫人，柳姑娘她已经快不行了，孩子倒是健康，就是一直在哭。我点点头，迈步走进内室。柳苏苏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见我进来，她眼里闪过一丝惊恐，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被稳婆按住。你想干什么？她声音微弱，带着几分恨意：是你害了司徒白，是不是？害他？我走到床边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我不过是让他尝尝被人算计的滋味罢了。你和他联手骗我的钱，骗我的感情，难道就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柳苏苏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。这时，襁褓里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，声音响亮。我弯腰抱起孩子，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，和司徒白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这孩子倒是可爱。我轻轻晃了晃襁褓，语气温柔：可惜啊，他一出生，父亲就成了活死人，母亲也快不行了。你说，我要是把他带回侯府，任我做母亲，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他会不会很感激我？柳苏苏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我：你敢？他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能带走他。我为什么不能？我冷笑一声：你和司徒白欠我的，这辈子还不清，就让你的儿子来还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疼他的，就像前世疼那个状元郎一样。柳苏苏气得喷出一口血，眼睛一闭，彻底没了气息。稳婆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摇了摇头：少夫人，她没气了。我抱着孩子转身走出内室，对小厮吩咐：把柳苏苏的尸体处理干净，别让人发现。这孩子我带回侯府。小莲跟在我身后，小声问：少夫人，带回侯府后怎么跟侯爷和夫人说啊？就说我低头看着怀里熟睡的孩子，嘴角勾起一抹深意，就说这是我远房亲戚的孩子，父母双亡，我可怜他，便带回府里养着。反正侯府现在乱成这样，他们也没心思细查。马车驶回侯府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抱着孩子走进正厅，公公婆婆还守在司徒白的榻边，见我抱着个孩子回来，都愣住了。静容，这是？婆婆疑惑地问。我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怜悯：母亲，这是我表姑家的孩子，表姑和姑父前些天意外去世了，这孩子没人照顾，我便带回府里，想着能帮衬一把。您看他多可怜。
孩子像是听懂了我的话，适时的哭了起来。婆婆本就心烦，见孩子哭得可怜，也没多想，只点了点头。也好，你心善，就养着吧。只是白儿这边，母亲放心，夫君有清玄道长照顾，我会好好看着的。我抱着孩子走到榻边，看着司徒白毫无生气的脸，心里轻声说：司徒白，你看，你的儿子以后就要喊我母亲了，这一世我会让你好好看着，我是怎么把你欠我的一点一点讨回来的。这时榻上的司徒白突然动了动手指，眼皮颤了颤，像是要醒过来。我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。醒了也好，正好让他看看自己的亲儿子以后要认仇人为母了。烛火在铜制灯台上跳跃，将司徒白苍白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他眼皮颤了好几下，终于缓缓睁开，浑浊的目光先落在我身上，随即又被我怀里的襁褓吸引，瞳孔猛地一缩。他想动，可刚要抬胳膊，就疼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冷汗瞬间浸湿了额前的碎发。清玄道长说过，枯骨散会蚀骨，如今毒性已蔓延到四肢，他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白儿，你醒了！婆婆扑到榻边，声音里满是狂喜。可看到司徒白僵硬的手臂，笑容又僵在脸上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司徒白没理婆婆，眼神死死盯着我怀里的孩子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，像是要质问什么。我抱着孩子往前凑了凑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些，语气温柔的像在哄婴儿。夫君，你看这孩子多可爱，是我表姑家的，可怜爹娘都没了，我便带回来养着，以后府里多个人气，你也能热闹些。他的眼神更凶了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知道他在怀疑，这孩子眉眼间的轮廓分明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可他说不出话，只能用眼神示意公公。公公会意，刚要开口问什么，小莲突然捧着药碗进来，适时打断：少夫人，该给世子爷喂药了，这是清玄道长留下的安神汤，能让世子爷少些痛苦。我接过药碗，示意婆婆让开。母亲，我来喂吧。夫君现在身子弱，旁人喂我不放心。婆婆连忙侧身，我坐在榻边，用调羹舀起药汁，递到司徒白嘴边。他偏过头不肯喝，眼神里满是抗拒。我轻笑一声，凑到他耳边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。怎么不喝？你要是死了，谁看我怎么把你的亲儿子养大？柳苏苏已经去了，这孩子可是你唯一的骨血了。司徒白的身体猛地一僵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晃了晃手里的调羹，语气带着威胁：喝了它，至少能多活几日，多看这孩子几眼，不然……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终于缓缓张开嘴，任由药汁滑进喉咙。药汁很苦，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可眼神里的恨意却丝毫未减。我一勺一勺的喂，动作轻柔，仿佛还是前世那个对他情深意重的少夫人。喂完药，我把孩子交给小莲，让她带去偏院照顾，转身又回到榻边。公公终于忍不住开口：静容，那孩子你表姑家的，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过？公公有所不知，我垂着眼，语气带着几分委屈：表姑嫁得远，平日里少有联系。前几日他家里人送信来，说表姑和姑父遇了山洪，就生这孩子了。我想着侯府如今虽不富裕，但多养一个孩子还是能行的，便自作主张接了回来。若是公公觉得不妥，我再把孩子送回去便是。不妥什么？婆婆连忙打断：孩子多可怜，留下来正好。你心善，以后这孩子就交给你带了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司徒白的病情，哪还有心思细查孩子的来历？更何况这孩子眉眼讨喜，多少能慰藉他几分。公公张了张嘴，终究还是没再说什么。侯府如今全靠我贴补，清玄道长的诊金，司徒白的药钱，哪一样不要银子？他要是惹恼了我，司徒白的命怕是真的保不住了。我心里冷笑，面上却露出感激的神色。多谢公公婆婆体谅，我会好好照顾这孩子的，就像照顾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我一边照顾司徒白，一边忙着给孩子办满月酒。虽然侯府不富裕，但我还是拿出银子，办得风风光光。京城里的官员夫人、商户家眷来了不少，都夸我心善，收养孤子，对瘫痪的夫君不离不弃。司徒白躺在里间的榻上，听着外面的欢声笑语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偶尔会进去看他，抱着孩子坐在他床边，给他讲孩子今天又学会了什么，比如会抓着我的手指笑了，会咿咿呀呀的叫了。每次我提起孩子，司徒白的眼神就会变得格外复杂，有恨有痛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。我知道他想让我放过孩子，可我怎么会答应？前世他和柳苏苏让我尝遍了人间疾苦，这一世我就要让他们的孩子成为我复仇的棋子。满月酒过后，我请了京城最好的先生教孩子读书写字，先生的束修很高，我直接从侯府的宫中银子里支取。公公想反对，可一想到司徒白的药钱还得靠我，只能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这天，清玄道长来给司徒白施针，施完针后，他把我叫到外间，神色凝重地说：少夫人，世子爷的身子越来越弱了，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。我心里没有丝毫波澜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有劳道长了，只要能让他多活几日，我会按时送诊金过去。清玄道长叹了口气：少夫人，你这又是何苦？世子爷待你不好，你这般折腾他，最后苦的还是你自己。道长说笑了，我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浮沫，我只是在尽一个妻子的本分。夫君生了重病，我总不能不管他，至于苦不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清玄道长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，嘴角勾起一抹淡笑。苦，我现在只觉得痛快。司徒白活着一天，就要多受一天的折磨，就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儿子被我培养成我想要的样子。这时，小莲匆匆跑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：少夫人，城郊那边来消息了，说柳怀不见了。我手里的茶杯顿了顿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？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？是我们大意了。小莲低下头，声音带着几分愧疚。昨天晚上下大雨，看守的人睡着了，醒来后就发现柳怀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封信，说要去找你报仇。
我接过信，拆开一看，上面只有寥寥几字：你害我妹妹，害我师兄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。我冷笑一声，把信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。报仇，他也配？小莲，让人去查，看看他躲在哪里。记住，别伤他性命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司徒白是怎么死的，他的外甥是怎么认我做母亲的。小莲应声而去，我转身回到内室，司徒白正睁着眼睛看着屋顶，眼神空洞。我走到榻边，俯身看着他，语气带着几分笑意。夫君，你听说吗？柳怀跑了，他说要找我报仇，你说他能打得过我吗？司徒白的眼神动了动，看向我，里面竟有几分期待。我轻笑一声，伸手抚上他的脸颊，别期待了，他斗不过我的，你还是好好活着，看着我怎么收拾他吧。毕竟你要是死了，这出戏就不好看了。司徒白闭上眼睛，眼角滑下一滴泪。我知道那不是伤心，是绝望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庭院里正在玩耍的孩子，心里轻声说：柳怀，你最好快点来，不然这出戏就太无聊了。柳怀被按在偏院青砖地上时，说道：放开我，那是苏苏的孩子，你凭什么扣着他？他挣扎着要起身，却被小厮按得更紧。凭什么？凭你和司徒白合谋骗我嫁妆时，没问过我愿不愿意；凭柳苏苏怀着孩子躲在城西小楼时，没想过我会不会疼；凭着孩子生下来没了娘，若不是我接回来，早不知成了哪处的孤魂野鬼。柳怀的喉结滚了滚，突然急声道：我有枯骨散的解药，你放我和孩子走，我把配方给你，救司徒白。我嗤笑一声，抬手让小厮松了他半边胳膊，他立刻摸向怀里，掏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黄纸，上面用墨笔写着几味药材。我扫了一眼，认出其中几味是寻常滋补药材，还有2味早已失传。柳怀，你当我还是前世那个连人参和萝卜都分不清的沈静荣？我把黄纸扔回他怀里，枯骨散一旦入府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你拿这张废纸骗我，倒是比你装神医时还蠢。他盯着黄纸，脸色一点点灰败下去，最后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着苏苏对不起你。我没再看他，转身抱着孩子往内室走。孩子被方才的动静惊醒，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，小手还无意识地抓着我的衣襟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心里竟没了往日的戾气，止于一片平静。那夜京城下了场大雪，侯府的琉璃瓦被覆上一层白，连平日里聒噪的麻雀都没了声响。后半夜，小厮突然来报，说司徒白醒了，指明要见我。我披了件素色披风，抱着孩子去了他的院子。他躺在榻上，脸色比窗外的雪还白，呼吸微弱的像随时会断。见我进来，他费力地抬了抬眼，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孩子身上。我把孩子放在他枕边，他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颊，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琉璃。名字取了吗？他的声音细弱文瑞，带着气音。取了，叫沈念安。我坐在榻边，念及平安，往后只盼他顺遂。他的嘴角扯了扯，似是想笑，却咳出一口血，染红了枕巾。沈念安，他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。静荣，我这辈子对不起你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前世的恨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算计与反击中磨淡。此刻看着他弥留的模样，竟生不出半分快意，只觉得像了结了一桩压了许久的心事。他又看了孩子一会儿，忽然抓住我的手，力气意外的大，别让他走我的路。话音未落，他的手便垂了下去，眼睛还睁着，望着帐顶的缠枝莲纹样，那是前世我亲手绣的，如今早已褪色。我伸手替他合上眼，轻声说：放心，他会好好的。司徒白的葬礼办得极简陋，我只让管家买了口中等的棺木，连幡旗都只挂了3杆。京里的世家大族没一个来吊唁，倒是有几个从前依附侯府的小官，在门口徘徊了许久，终究还是没敢进来。婆婆跪在灵前，哭得有气无力，再也没了往日的体面。公公则坐在角落里，盯着灵牌发呆，头发似乎一夜之间全白了。我站在灵堂外，看着漫天飞雪，忽然想起前世司徒白病逝时，我哭得天昏地暗，砸了半副嫁妆请高僧做法，还请了京中所有的权贵来送葬，只为给他挣最后一点体面。如今想来，那时的自己真是傻得可怜。少夫人，府里的旧物要怎么处置？管家小心翼翼地问，手里捧着一个红漆木箱，里面是我前世的嫁衣。我看了一眼那身大红的绣裙，金线绣的凤凰早已失去光泽，烧了吧。我说，还有司徒白房里那些字画、玉器，除了念安能用的，其余的都变卖了，钱存到念安的名下。管家应声而去，我转身回了房，从妆帘里取出一个锦盒，里面装着前世杨子高中状元时送我的那只玉簪。后来他就是用这只簪子挑开了毒燕窝的盖子。我把玉簪扔进火盆，看着它在火焰中渐渐融化，心里最后一点牵绊也终于没了踪影。处理完葬礼，我让人把公公婆婆送到了城郊的别院，那是我用自己的嫁妆买的，不大，却有个小院子，足够他们种菜养鸡。我看着他们坐上马车远去，心里忽然松了口气，不是原谅，而是放下。柳怀被我留在了侯府，没让他做杂役，只让他管着后院的药铺。他倒也安分，每日晨起侍弄草药，傍晚就坐在药铺边发呆，偶尔会远远看着念安在庭院里玩，眼神复杂。有一次念安跑过去问他叔叔这是什么草，他竟愣了半晌，才轻声说出草药的名字，还教念安怎么分辨叶片上的纹路。我看在眼里，没阻止。念安总得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而柳怀或许能比我更平静地告诉他关于柳苏苏的事，不是那个藏在小楼里的阴谋者，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。念安6岁那年，我把她带到了书房，桌上摆着3样东西，一本泛黄的嫁妆账本，一页司徒白伪造的病历，还有一只柳苏苏生前戴过的银簪，是我从城西小楼里找到的。念安，娘今天要跟你说些事。我把她抱坐在膝上，翻开账本，你外祖父是江南首富，
娘当年嫁进侯府，带了10万两白银和12间铺子，可这些钱最后都被你生父司徒白拿去，给你生母柳苏苏买了江南的宅子。聂安的小手攥着我的衣袖，没说话，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。我又拿起病历，你生父没病，他装病骗我，就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贴补侯府，好让他能陪着你生母。后来娘给你生父喂的药里加了让他身子破败的药，他最后病死，是娘的主意。娘，你恨我吗？他忽然问，声音细细的。我心里一软，摸了摸他的头。娘不恨你，娘恨的是他们的算计，不是你，你是无辜的。娘只想让你平安长大。我把银簪递给他，这是你生母的东西，他不是坏人，只是选错了路。以后你要是想他，就看看这个。聂安接过银簪，小心地攥在手里，点了点头。那天下午，他没去放风筝，只是坐在书房里翻着我给他的账本，偶尔问我一句：“娘，这个铺子现在还在吗？”我知道他大概是懂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开始教聂安打理沈家的产业，带他去江南看绸缎庄。去京城的粮铺查账。聂安也常去药铺找柳怀，有时是问草药的事，有时只是坐着陪柳怀晒太阳。柳怀话不多，却会把自己画的草药图送给聂安，上面标注的密密麻麻。这年秋天，我带着聂安回了江南沈家，母亲早就在门口等着，见到聂安就拉着他的手，塞了一荷包的糖。我跟着母亲往后院走，桂花的香气扑面而来，父亲正站在桂花树下，手里拿着一壶酒，见我来了，笑着招手：“静蓉，过来尝尝，这是今年新酿的桂花酒。”聂安跑去摘桂花，母亲在一旁看着，眼角泛着笑。我接过父亲递来的酒杯，浅酌一口，甜香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了整个心口。前世我总想着依附司徒白，把自己困在侯府的方寸之地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。这一世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依靠从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手里的底气，是身边的亲人。回京那日，夕阳把侯府的朱漆大门染成了暖橙。聂安抱着一只从江南带来的小兔子，在庭院里跑，柳怀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一根胡萝卜，生怕兔子跑丢。我坐在廊下，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，所谓圆满，大抵就是这样，仇人得到了应有的结局，亲人平安在侧，自己也终于放下了过去，能好好过日子。风吹过庭院，带着桂花的余香，我摸了摸腕上的玉镯，这是母亲给我的，不是侯府的东西，是真正属于我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侯府的少夫人，只是沈家的沈静蓉，是聂安的娘，只为自己和在意的人而活。